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新老天天兄弟同样命运，潘粤明、王一博唯有等待时间证明。德普打了6年的官司之后这样说：6年了，我的人生，我的孩子们人生，我身边人的人生在一眨眼之间都被永远改变了。这番肺腑之言可见被冤枉的滋味不好受，被很多人冤枉的滋味就更不好受了。明星这个特殊身份，既享受着万众瞩目，同时也面临着大众审阅。一旦出现负面事件，就要面临万人唾骂和指责。如果是被冤枉的，那当事人可就太痛苦了。近些年内也有2位蒙冤的明星，面对这样的舆论风暴，他们只能默默选择承受，直到时间给出真相。1. 潘粤明。2012年10月20日，董洁的经纪人任佳英发布声明，趁潘粤明嗜赌成性，欠下债务，董洁已经跟他离婚，还放出一张潘粤明在澳门赌场的照片。随后董洁接受采访，现场表现得非常悲伤，哭得梨花带雨，一时间群情激愤，全网都开始骂潘粤明。之后潘粤明把董洁的经纪人任佳英告上法庭，任佳英却说是董洁授意他这样说的。潘粤明当场表示不相信，最后法院判潘粤明胜诉。后来潘粤明解释了赌场照片是他去澳门旅游时想见识一下才去的。卓伟也拍到了董洁婚内出轨王大治的照片。不过舆论风暴已经产生，解释又有多少人会听？潘粤明因此事业和人生都陷入谷底，他待在家里整整半年没有出门。好在圈内人知道一些真实情况的，他不是劣迹艺人。半年后，一位导演打来电话，邀请潘粤明进组拍戏。此时潘粤明还是无法面对这一切，他跟导演说没时间，算了吧。没想到导演却说你得了吧，在家待半年了。潘粤明这才发现自己不能一直颓废下去。之后圈内人士纷纷出手，给了潘粤明不少工作机会。潘粤明也凭借自身精湛演技，接连打造出多部热播作品，终于再次翻红。转眼间10年过去了，试问一个嗜赌成性的人，怎么可能再也不进赌场？潘粤明离婚后被狗仔盯住那几年，一次也没被拍到进赌场。日常他除了工作以外，就喜欢经常在社交软件更新自己的画作和书法。也许大众还在存疑，但时间已经给出了最好的答案。近日，潘粤明还加入了湖南卫视老牌节目《天天向上》，能进入这个节目都是要经过层层审核的，也再次证明了潘粤明的清白。2. 王一博。还有一位陷入舆论风暴的艺人，也是来自《天天向上》，就是王一博。2021年，王一博和大张伟同时退出《天天向上》，这是他们在这个节目的第6个年头。《天天向上》制作人给出的解释是，部分兄弟因职业规划和档期日程将告别节目。随后网络开始攻击王一博的国内学历，传言他是因为没有主持人证才离开的。因为王一博在国内只读完了初中，高中在韩国就读，所以有些人认为他只有初中学历。舆论一旦产生，伤害就无法避免，王一博也只能等待。其实如果给每个人都只算国内学历的话，那出国留学的那些人可能要开始骂街了。显然这个说法是不够合理的。不过更不合理的是，天天向上重组之后，前后换了10几个人，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主持人证。最明显的就是新加入的藏族兄弟丁真，他甚至连普通话都说不太好。而且王一博在天天向上的简介里，王一博一直在嘉宾一栏，这个做法在电视台并不少见。例如浙江卫视的《王牌对王牌》，主持人只有沈涛一人，贾玲、沈腾、华晨宇、关晓彤全部是嘉宾，负责参与游戏。与其说王一博被舆论攻击，
倒不如说是被有意针对。毕竟嘉宾不需要主持人证，而且关于主持人证这件事，公众没有一视同仁。其实王一博为何离开天天向上，就像天天制作人说的那样，2019年之后，王一博的影视剧片约飙升，又赶上疫情交通不顺畅，每次出组都有被隔离的风险。仅在2021年，他就已经有好几次航班因疫情管控被临时取消，而且每一次出剧组都面临着被隔离的风险。如果主角被隔离10几天，是哪个剧组都承受不了的损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王一博离开天天向上已经是必然，因为他已经无法兼顾每周要录制的天天和自己的剧组。就是像天天向上制作人说的那样，因为职业规划和档期日程而离开。因为偏见，虽然目前有很多没有主持人证的艺人出现在天天向上的舞台上，但大家还是不愿意承认王一博不是在为主持人证离开。时间已经给出了答案，王一博还需等待大家放下偏见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